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江峰奥妙。在开始今天的新闻分析前，江峰要先声明，本期内容基于路透社、世卫组织及新华网等权威媒体的公开报道。我们探讨的是体制应对与时政内幕，内容不构成任何医疗诊断或建议。2026年的5月，新华网莫名其妙地发了一篇通稿，标题叫“中疾控，我国无安地斯病毒人类感染病例报告”。大家是不是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此地无银300两的味道？一个发生在遥远大西洋，源头在南美洲阿根廷的罕见病毒，既没有在中国爆发，也没有任何中国人感染的确切消息。中共的疾控中心为什么要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对着全国人民高喊：大家别慌，我们这儿没有，这玩意儿也不会人传人。中共这个体制历来是防火防盗防老百姓，他们越是强调可防可控没有风险，背后隐藏的往往就是让他们寝食难安的巨大恐惧。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经历过3年极端风控，按理说已经对病毒身经百战的中共官僚们再次犯了2020年创伤后遗症？这一切的源头都要从一艘名为红迪斯号的豪华极地探险游轮说起。今天江峰就带大家看看这艘被称为大洋上的移动幽灵的游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川普政府为何第一时间紧急启动防御响应，而这一切又将如何撕开中共那脆弱不堪的维稳遮羞布？咱们先回到1个多月前的4月1日，在南美洲的最南端，阿根廷的乌斯怀亚，这里被称作世界尽头，是人类前往南极大陆的最后一个补给站。每年的这个时候，这里都会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富豪、探险家和自然发烧友。要知道，能来这里坐船的人非富即贵，因为这艘红迪斯号的船票高达将近3万美金。这天傍晚，港口的海风里夹杂着冰川的冷冽。红迪斯号的厨师长莫拉埃斯在社交媒体上兴奋地发了一张照片，配文写着一张餐桌9个国家，一次史诗般的旅程。没错，这艘荷兰籍的破冰级探险游轮上载着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他们来自美国、英国、德国、荷兰、瑞士等23个国家。其中有一对来自荷兰的老夫妇，2位老人精神矍铄，是资深的观鸟爱好者。在登船前，他们刚刚在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的野外完成了一次深度的鸟类观察之旅。这2位老人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穿梭在阿根廷的灌木丛中，举着高倍望远镜寻找罕见鸟类的时候，他们的靴子可能踩过了一片干燥的鼠类粪便。随着脚步的起落，微小的粉尘扬起，在阳光的折射下，肉眼几乎无法察觉。老人深吸了一口南美洲旷野的空气，同时也将这种潜藏在特定生态环境中的罕见病毒带进了呼吸系统。4月1日，汽笛长鸣，红迪斯号缓缓驶离乌斯怀亚，向着波涛汹涌的南大西洋进发。这场名为大西洋奥德赛的6周航程正式开始。前几天一切都完美的像一场梦，游轮穿过了以狂风巨浪著称的斯科舍海，乘客们在恒温的豪华餐厅里吃着南瓜生姜浓汤和顶级牛里脊，白天乘坐冲锋舟去南乔治亚岛看企鹅和海豹，晚上回到船上听专家讲座，在甲板上看没有任何光污染的璀璨星空。一个名叫鲁西的土耳其网红也在船上，他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岁月静好的一切。然而在这种封闭、温暖、充满欢声笑语的钢铁巨兽内部，那个跟着荷兰老夫妇上船的恶魔已经完成了他的潜伏期，开始在人类的细胞里疯狂复制。4月6日左右，那位69岁的荷兰老爷爷突然感觉不对劲，起初只是发烧头痛，他以为是在甲板上吹了海风着凉了，但很快情况急转直下，他开始剧烈的腹痛腹泻，随后最可怕的症状出现了，他开始无法呼吸。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人走在干燥的沙漠里，但他的肺里却正在慢慢注满水。这不是比喻，这是真实的生理反应。老人的毛细血管开始破裂，血液中的液体大量渗入肺部，他在自己的体液中
感受到了溺水的窒息。船上的随船医生用尽了所有的急救手段，吸氧输液，但完全无济于事。4月11日，在登船仅仅10天后，这位荷兰老人在痛苦的挣扎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死亡降临在了这艘与世隔绝的游轮上。第二天中午，游轮的餐厅里气氛凝重，船长拿着麦克风向所有乘客通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但船长接下来对着100多号人信誓旦旦地说，请大家放心，这只是孤立的医疗事件，我们没有传染性，这艘船是绝对安全的。大家出于对现代医学和权威的信任，相信了船长。人们继续在自助餐厅里共用着餐夹，继续在狭小的健身房里挥洒汗水，继续在密闭的讲座厅里高谈阔论。许多热心的乘客甚至主动去拥抱安慰那位刚刚失去丈夫的荷兰老太太。他们以为自己在展现人性的温暖，却不知道他们正在跟死神进行零距离的接吻。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暂停一下，来聊聊这个让后来全世界卫生组织都惊出一身冷汗的隐形杀手汉坦病毒。很多人，包括中共疾控中心写那篇通稿的御用文人们，可能对汉坦病毒的认知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他们觉得不就是出血热吗？中国每年都有几万例，主要靠黑线鸡鼠传播，只要不吃被老鼠咬过的食物，不直接接触老鼠屎，就不会感染，更不会人传人，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就是信息差带来的盲区。在全世界20多种汉坦病毒的大家族里，绝大多数确实是个单向通道，老鼠传给人，然后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凡事都有例外，这个世界上偏偏有那么一个变态的异类，一个让流行病学家闻之色变的超级杀手，它叫安第斯毒株。这玩意儿为什么可怕？根据世卫组织，安第斯株是目前极少数被记录到具备有限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变体。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概念？一个人感染了安第斯毒株，他呼吸出来的飞沫，他接触过的物品，如果在一个极其封闭亲密的环境里，比如夫妻同床，比如游轮狭小的船舱，就有极大的概率传染给另一个人。而且安第斯毒株引发的不是普通的肾综合征出血热，而是极其凶险的肺综合征。根据过往医学数据显示，这种病毒在部分地区的致命性极高，医疗专家提醒其风险性不容小觑，远超普通的季节性疾病。历史上不是没有过惨痛的教训。1993年，在美国犹他、科罗拉多、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交界的四角落州印第安纳瓦霍人保留地突然爆发了一场神秘的瘟疫。许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突然喘不上气，短短几天就因为肺部充满积水而活活憋死。当时的印第安人以为是祖先的诅咒，后来美国 CDC 介入调查才发现，是因为当年厄尔尼诺现象导致雨水增多，老鼠疯狂繁殖，带来了汉坦病毒的无名毒株。而这次在红迪斯号上爆发的安第斯毒株比当年的无名毒株更进了一步，他学会了在人类之间搭便车。世卫组织的专家范科尔克霍夫后来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虽然极力安抚大众说这不是新冠，不会引发大流行，但他也无奈地承认了一句实话：这艘船上发生了极其密切的接触，我们绝对不能排除人传人的可能。一艘长度只有100多米的探险游轮，中央空调日夜循环，150个人同吃同住，没有比这更完美的人传人培养皿了。就在船长宣布船很安全之后的日子里，恶魔的触手已经悄无声息地伸向了下一个猎物。如果故事只停留在游轮上，这最多是一场悲剧，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真正让这起事件拥有了惊悚片的基因，也让全世界的疾控官员神经紧绷到了极点。因为这艘船在4月13日到15日期间停靠了一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地方——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江峰强烈建议大家去谷歌地图上搜一下这个地方，这是一座位于南大西洋中央的火山岛，
距离南非有2816公里，距离南美洲有3360公里。它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地球上最偏远的有人居住岛屿。全岛只有多少人？大约220人。他们几代人生活在这里，靠打鱼和种土豆为生。岛上没有机场，甚至连个像样的港口都没有。风浪稍微大点，船就靠不了岸。要想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是等1年只来几次的补给船，在海上颠簸整整6天才能到达南非的开普敦。这里没有现代化的重症监护室，没有呼吸机，只有一名全科医生和一个极其简陋的小诊所。这座岛就像是大海中一叶与世隔绝的孤舟，也是人类面对传染病时防御力最为脆弱的阿喀琉斯之种。然而就在4月中旬，红迪斯号带着那个隐形的安第斯恶魔来到了这里。不知道内情的乘客们兴高采烈地换乘小艇登上了这座神秘的火山岛。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这些带着可能已经被感染风险的乘客和船员不仅在岛上四处游览，有3个人甚至跑到了当地的学校，给岛上几乎所有的孩子做了一场绘声绘色的极地探险演讲。晚上，这群外国游客涌进了岛上唯一的一家酒吧——信天翁酒吧，和热情的当地岛民们肩并肩坐在一起，喝着啤酒，大声欢笑着，交换彼此的故事。连当地的官员都跑上红迪斯号，和那位不久前刚宣布船很安全的船长亲密合影。朋友们，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到一阵脊背发凉？如果那个致死率高达 50%， 可以通过极密切接触传播的安第斯毒株，在酒吧的推杯换盏中，或者在学校的演讲唾沫中传染给了岛民。大家试想一下那个画面，若病毒在封闭社区内扩散，极高的重症率将让当地的医疗系统瞬间瘫痪，因为没有 ICU， 没有特效药，甚至连逃离的交通工具都没有。这种病毒会像野火燎原一样，在这个只有200多人的岛上肆虐。对于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孤岛来说，这无疑是一场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与生存考验。而这绝不是江峰在这里危言耸听。就在5月8日，路透社发出了一条最新的紧急急电，在这个偏远的小岛上已经发现了一名英国籍的疑似病例。英国卫生安全局已经介入调查，那一颗定时炸弹可能已经开始倒数计时了。在关注全球卫生动态的同时，我们更要重视提升自身的免疫防御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江峰今天特别想给大家推荐普瑞堂黑参。普瑞堂黑参采用纯净生长的优质人参，经过传统9蒸9爆的专利工艺精心淬炼。这种独特工艺不仅去除了人参原有的燥热，让它性质变得极其温和，不上火，还能最大程度释放人参燥肝的精华。它能有效帮助我们滋补元气，缓解日常疲劳，为身体构建一道坚固的健康屏障，特别适合咱们平时工作压力大，需要强健体魄的朋友们日常保养。做节目不易，请支持江峰，把健康带给自己和家人的同时，也是对江峰最大的鼓励。大家可以点击下方链接，在结账页面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不仅为您提供全球包邮的贴心服务，现在还有独家重磅福利，购买满500美元送一根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千万别错过。好，咱们言归正传。从特里斯坦岛离开后，红迪斯号继续向北航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船上的异样再也掩盖不住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发热、肌肉酸痛的症状。4月24日，游轮抵达了英国的海外领地圣赫勒拿岛，就是当年拿破仑被流放致死的地方。在这里，大约有30名乘客选择提前结束行程下船，其中就包括那位带着丈夫遗体的69岁荷兰老太太。这30个人就像是30颗盲盒流星，从南大西洋四散飞向了全球各地，回到了美国、英国、德国、荷兰。那位悲伤过度的荷兰老太太在圣赫勒拿岛休整了2天后，于4月25日登上了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航班，准备转机回国。但她没能撑到家。
就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奥利弗坦博国际机场，刚刚下飞机的老太太突然呼吸急促，脸色憋得青紫。之前那个土耳其网红鲁西刚好也在机场，她回忆说，我看到她坐在轮椅上，已经完全无法直立，整个人都在剧烈的喘息和抽搐。老太太随后被紧急送往南非的医院，但几天后，她和她的丈夫一样，因为肺部衰竭惨死异乡。此时，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的专家维耶博士介入了。维耶博士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病毒学家。当船上另一名英国乘客也被紧急空运到南非 ICU 抢救时，他拿到了患者的血液样本，他排除了新冠，排除了流感，排除了军团菌，最后他进行了深度基因测序。当电脑屏幕上跳出那串熟悉的基因序列时，维耶博士后背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是汉坦病毒，而且是安地斯株。维耶博士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当时把数据分析了一遍又一遍，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在过去，在邮轮这种多国籍人群密集的场所爆发啮齿类动物传播的病毒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这份确诊报告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瞬间引爆了全球的公共卫生预警系统。因为大家突然意识到一个极度恐怖的事实，那29个提前下船的乘客已经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乘坐商业航班飞往了世界各地。荷兰皇家航空立刻查到了那名死去的荷兰老太太曾经短暂登上过他们的一架航班。没过几天，那架航班上的一名荷兰空姐就在阿姆斯特丹因为出现汉坦病毒症状被紧急送进了医院。恐慌开始蔓延，法国宣布正在监测8名与确诊病例同机的接触者，其中1人已经出现轻微症状。瑞士苏黎世医院里一名刚下船的男乘客被确诊收治，德国医院里也躺着一名密切接触者。而在红迪斯号上，到了5月2日，又有一名德国乘客离奇死亡，死因不明。短短10几天，8人感染，5至6人实验室确诊，3人死亡。邮轮上的146名剩余乘客被迫开始了严格的物理隔离。这艘豪华邮轮彻底变成了一座被恐惧笼罩的海上监狱。故事讲到这里，这场由几只阿根廷老鼠引发的惨剧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全球级别的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大考。而在这场大考中，我们看到了2个截然不同的体制，展现出了2种完全相反的应激反应，这才是江峰今天最想跟大家好好聊聊的重点。咱们先看西方社会，特别是此时正处于川普总统第2个任期的美国是怎么应对的。大家都知道，川普老爷子的风格就是大嘴巴，有什么说什么，喜欢直来直去。特别是在经历了当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后，他对这种不明病毒的边境输入极度敏感。美国 CDC 在接到世卫组织通报后，立刻宣布将汉坦病毒的疫情响应提升为 Level 3应急状态，这是最低级别的应急响应，但也意味着国家机器正式启动。川普本人亲自站在了白宫新闻发布会的麦克风前，当记者问起大西洋邮轮上的病毒时，他毫不避讳地说，我已经听取了详细的简报，这是一种汉坦病毒，我们希望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美国的卫生部门是怎么做的呢？非常透明。乔治亚州卫生局公开宣布，我们正在监控2名已经回国的船上居民，目前健康。亚利桑那州说，我们在监控1名，加州、德州都在发布公开的追踪信息。美国国务院更是发声明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障还在船上的17名美国公民的健康，我们在协调把他们接回来。发现问题，承认问题，公开信息，追踪接触者，这就是一套正常的依靠制度透明度来运转的国家免疫系统。可是这时候，太平洋对岸的那个大国中共的宣传机器却开始了一场极其诡异的表演。这就回到了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篇新华网通稿。大家要明白，中共官方媒体的新闻从来不是用来传递信息的，而是用来引导舆论和政治维稳的。他们什么时候发生，怎么遣词造句，背后全都是政治算计。这艘船远在大西洋，
船上没有一个中国确诊病例。这种事儿如果放在以前，中共的媒体顶多也就是在国际版面的角落里发个豆腐块大的简讯。但是这次中疾控居然动用了极高的规格，专门发布健康提示，新华社全网推送。他们到底在怕什么？他们怕的是中国老百姓集体记忆里的2020年创伤后遗症。2026年的中国是个什么光景？房地产暴雷的余波还在震荡，地方财政枯竭，年轻人失业率高居不下，整个社会的经济就像是一根绷到了极限的橡皮筋，老百姓心里憋着一团火，对政府的信任度早就跌穿了地心。这个时候，如果国际上突然爆出一个致死率50%可以人传人、没有特效药的恐怖病毒，而且已经有20几个乘客四散到了全球各地，你觉得中国的网民会怎么想？大家的第一反应绝对是完了，是不是又要封城了？是不是又要囤大米囤口罩了？是不是又要扫健康码了？中共官员们太清楚中国社会现在的脆弱程度了，哪怕只是一个遥远的谣言，都能引发一场全国性的物资抢购潮，从而彻底击溃已经脆弱不堪的供应链。所以中疾控的官僚们连夜开会，绞尽脑汁憋出了这么一篇预防性维稳的奇文。我们来拆解一下里面那些经典的中式文字游戏。第一句，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大家注意这个词报告，无病例报告和无病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当年武汉肺炎早期他们也是这么说的，未见明显人传人报告。潜台词是什么？我没说，没有啊，我只是说没人向我报告。万一过2天真的有哪个跟船上有交集的中国人发病了，他们就可以完美甩锅。这属于个别境外输入的突发情况，与我国无关，先把责任的边界划得死死的。第二句也是最阴险的一句，汉坦病毒感染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国际上的世卫组织专家都在焦头烂额地研究安第斯毒株在密闭空间里人传人的可怕威力。到了中疾控的笔下，轻描淡写地用了一句一般不引起，就把安第斯毒株这个唯一的特例给模糊掉了。他们为什么不给老百姓讲清楚安第斯毒株的特殊性？为什么要把水搅浑？因为他们极度恐惧人传人这3个字。这3个字在中国的语境下就是一颗足以引发社会动荡的核弹。中共的宣传口现在处于一种神经质的过敏状态，他们宁可违背科学的严谨性去粉饰太平，宁可把老百姓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傻子去安抚，也绝对不允许民间出现一丝一毫关于疫情的联想和恐慌。这篇通稿的本质不是在搞医学科普，而是在给全中国老百姓进行一场强制性的心理按摩。国外水深火热，他们那儿有病毒，中国这边风景独好，我们没有老鼠，不会传染，大家该上班上班，该消费消费，千万别存钱，千万别慌张。目前红迪4号上的140多名乘客还在焦急地等待西班牙军方的检疫和撤离安排。特里斯坦岛上的那个疑似病例到底会不会引爆危机？那23个散布在全球各地的乘客中，到底有没有潜伏的感染者？这些迷雾还需要时间来慢慢拨开。这场大西洋上的蝴蝶拍动了翅膀，究竟会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引起多大的风暴？江峰会和大家一起死死盯住这个事件的后续发展。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千万别忘了订阅，打开小铃铛，给这个视频点个大大的赞，最好能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